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DOTA 二星球决视频》啊！咱们今天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 7235B 的这个版本了啊。设计师真是不做人了，就是从7235到7235B 这个动刀的幅度大的令人咂舌啊！就是简单来说，把7235所有的主流的装备跟主流的英雄全部砍了个遍，而且砍的几乎都上不了场了，就是削弱的非常巨大。使得这么一个平衡性的补丁成了一个新的游戏了。那咱们从今天开始，7235就介绍一下在如今的版本里面适合上场且胜率较高的英雄的一些玩法吧。今天咱们先推荐一个在如今的版本，我个人认为啊还是比较厉害的一个英雄火猫啊，它的一个全新的理解和玩法。来，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英雄啊。这个英雄其实，我在不久之前吧，就是8月份左右讲的那个火猫，应该是完全适用了，它的技能理解什么都是没有变化的。唯一的一点变化就是说，这个炎阳锁啊，它从2个捆的人变成3个人了啊。这个无影拳稍微的伤害加强了一点点啊，然后这个火盾的范围加强了一点点，其实就别的就没啥了啊，就是一些细微的改动，打法什么的完全可以照搬之前的那个打法。咱们今天先来讲改动啊，就是细节什么就不讲了，首先就讲火盾这个技能。火盾这个技能在如今的版本里面，就是7235B 是一个火猫的核心技能，它其实打的一个偏法系、偏半肉的这么一个火猫的一个感觉。它的效果是这样的，就是吸收，就有285点魔法护盾嘛，你看一开，在它的血条上就多了一个这个蓝条，这个就是魔法护盾，对不对？285点，然后吸收70%的这么一个伤害，然后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创造一个火女啊，创造一个火女，给它升到6、7、8级啊，然后呢好，然后这时候你看一下，在我有火盾的情况之下，在我重新开一下吧，重新开一下这个火盾，我重新刷新一下火盾，火盾刷新了，火女对它还放个大招。啊，然后你看一个大是把火盾打的几乎就是快结束了，对吧？然后这时候呢再放一个波啊，正好把火盾打掉。因为它这个大招是500点伤害，而它这个火盾是285点伤害。有人说为什么没有打掉呢？很简单，它是有70%的吸收嘛，哎，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等于说它是能够大幅度的减伤在火盾状态之下敌人给你的魔法造成的伤害值的啊。然后咱们说几个细节啊，就第一，这个魔法这个烈火罩这个盾啊是可以被魔抗增强的。你看现在的这个火猫，它现在自身魔抗是29%，哎，对吧？比如说咱们买一个勇士法医，刚才大家还记得吧？我在开了一个这个盾的时候，火女一个大招打的就只剩1丝的这个蓝盾了，对吧？咱们再来看一下，好，这个时候我把盾一开，满蓝盾，然后呢，火女一个大招打上去，你看。这个就不是1丝了，而是有一大格子了，对吧？如果这时候一个波正好收掉，也就是说很明显的这个魔抗是能够增加这个就是能够增加火盾的这个效果的，哎，就咱们简单来说的，再刷新一下，好，这时候再看，哎，你看我身上堆了一大堆的这个魔抗斗篷之后，使得我的魔抗到了82%，火女的大招打了我身上已经完全是不疼不痒了，哎，它就是这种感觉，已经完全不疼不痒了。一个火猫在没有天赋加持之下的一个满级盾，想让火女用大招打掉。啊，你看提升相当的明显，对不对？所以就说是第一啊，这个烈火罩的这个效果是可以被魔抗增强的。好，然后呢，这个所以说就是第一，在如今的版本里面，如果对面的法系英雄居多的话，这个勇士法医火猫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备选装备了，可以让它这个火盾的持续时间内啊，这个火盾几乎就打不掉了啊，就跟美杜莎那种感觉一样啊。好，第二个装备就是法师克星，这个装备在新版本里面又得到了一个增强，就是伤害效果降低，从35%增加到40%了。然后这个也是拥有25%的魔抗的嘛，一开始的时候满盾的时候，火女一个大招，你看几乎打空，哎，对吧？如果我们把法师克星减上了，咱们做几个对比，开盾，然后这个时候呢，火女再一个大招，哎，你看就有一大格子了，对吧？这个盾就有一大格子了，并且呢，这个法师克星它是就是说是如果对敌人攻击时，哎，然后施加一个负面效果，可以降低它的伤害，技能伤害降低40%，这个很离谱啊！降低40%的技能伤害是个什么概念？咱们来看一下。好，这时候我无影拳学满，大家刷新一下技能。这时候呢，我先开火盾，对吧？无影拳把它打一下，火女这个时候挂着底 buff， 一个大招加一个盾，加一个1技能，你看这个盾就已经破不了了。火猫特别适合法师克星这个道具，因为它的无影拳是一个相当大范围的一个物理 AOE 嘛，砰砰砰砰砰砰，每人都打一刀。在团战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说我可以把对方的前中排全部都打到，啊，相当于火猫只要出了法师克星，就是别人出，它是一个单体的一个 debuff， 火猫出就相当于一个光环了。
只要我在团战的时候能把这个无影拳甩出去，就可以约等于让对方全员，整个敌方全员的人所有的技能伤害降低40%，但这个可太可怕了。这个你们能懂吧？不仅提升了我方的肉度，还同时就是降低了对方的这个战斗力，而让他所有的技能伤害都降低40%。所以这个技能增强之后，在新版本特别的适合火猫真的是特别适合。所以这个道具配合这个火遁的魔抗，再配合10级的这个天赋10级天赋它不是有这个加200这个烈火罩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加完以后就是485点的这个烈火罩了。有了这个效果之后呢，火猫在团战的时候，如果先开火遁再一个无影拳打到这些法师身上，法师这些技能打到身上，你看这个盾就是几乎就不怎么掉的。如果你再配合一些其他的法抗装，你们明白，就是在团战里面，这个盾只要掉不了，它可以一直追着敌人烫，而它自身几乎不怎么掉血，是相当强力的一个道具了。因为它先把敌人打一刀，敌人就永久有 debuff，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厉害好，然后还有什么说的？后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纷争面纱，虽然说被削了一丢丢但是无伤大雅，依旧是很强力的。纷争面纱的话，火猫其实也是一个自身算是一个甩技能型的一个英雄了，对吧？甩技能的，他这个浑身都是主动技能，配合这个弱化冲击是吧？再配合这个火遁然后这个放魂去打他这么一套的话，其实总伤害量是很高的。这个能降低敌人的伤害，这个能增加自己的伤害这么一来二去的话，再配合火遁的这个燃烧效果，它可以使得的火猫在团战的时候又肉。就是又肉输出又高相当的强烈。它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一套什么半物理半魔法的那种出装了，它现在这个出装已经偏这种比较偏肉核的了。好，然后你们可以把这个纷争面纱在中期开始中后期开始合成这个希瓦，是吧？就是魔抗又高，护甲又高依旧是有点偏轮椅的感觉，就是魔抗又高，护甲又高，且自身的灵活机动性又高然后有控制，有爆发，有持续伤害，对吧？还有降低敌人输出的这个 debuff， 反正这两个道具往火猫身上一挂就很强力了。最后再补一些传统的一点的装备，就比如说这个魔晶是要出的，因为魔晶的话，可以让就是也算是一个伤害嘛，往这一扔敌人就可以一直被烫，加上我的火遁的烫，加上这个玩意儿也是有持续伤害的，加上阴阳锁的烫，什么各种技能都是有伤害的，很厉害然后最后再补什么A 杖然后这个什么雷锤再补这种属于是增加输出的装备。前中期就以半肉的这种火猫为主，打架是非常非常强力的，谁都破不了盾好，说到这儿，其实这个 build 的建立就已经基本上讲完了。然后咱们说一下它这个加点方式出装刚才已经说的差不多了，说一下加点跟那个天赋。加点的话，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兑现嘛。然后1级可以学个什么那个火遁无影拳都行，火遁是为了推线的可以推线去跟对方那个拼血。然后呢，反正到3级的时候推荐这么加，就是1级无影拳，然后2级烈火罩，因为1级烈火罩的数值有点低，只有60点。只有60点，2级的时候是135点，相当于翻了1倍多你们能感觉到吧？而且这个技能吸收70%，简单来说就只要盾不破，这个盾只要不破，那么你在对线的时候可以一直追着敌人烫，且能持续推线会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麻烦。所以说推荐学2级烈火罩，然后之后呢，你就是可以学1级阴阳锁，然后阴阳锁学不学就看有没有击杀的机会嘛。然后优先把这个无影拳补满，然后大招学1级就行了，因为咱们大招其实在很多一段时间里面，并不是要这个100点的这个魔法伤害增加的，而是为了增加位移，能够让我的脸去贴到敌人。现在理解变了，就是这个大招只是为了让我能够贴到敌人身上，让我这个烈火盾能够一直烫敌人就是这种感觉了。然后它并不是靠这个那个大招打输出的，因此你就可以在这个无影拳满了以后有1级阴阳锁，因为1级阴阳锁能捆3个嘛，然后那个其次就是把烈火罩补满，最后再把阴阳锁点满，这3个技能都点满了，最后再把大招点满。大招要1级就够了，大招的提升只是提升伤害，意义不是特别的大。看天赋的话就是加这个200烈火罩的这个护盾值然后呢再加50烈火罩的伤害值，这么一加的话，烈火罩每秒就能够造成105点的伤害，然后这个就相当恐怖，持续20秒，也就是说这个盾只要你在团战中不破20秒钟时间，每秒105的持续伤害，你贴了敌人烫，敌人任何人都受不了就这么简单。好，20级的话加这个无影拳的对敌方英雄伤害
啊，这个阳死目标一个就是捆3个和捆4个已经区别不大了啊。然后25级的话，残焰充能，就说这个减12秒 CD， 从什么38秒变到26秒，这个意义不大，因为咱们后期的话可以出那个刷新球啊，所以说一般来说点这个无影拳2能量点数啊，这个比较好，对吧？就是这种感觉啊。剩下的操作细节可以去看我8月份出的那个火猫，那个已经讲的太详细了啊，已经把火猫的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了。好，装备的话，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鞋子、消灭鞋、大魔棒，哎，中单出个瓶子，好，然后就差不多了。然后呢，装备的话，就一开始就是可以出咱们出的那个法尔克星啊，因为这个道具合成非常平滑，啊，要的属性火猫都有，对不对？好，然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法尔克星一出，然后下一件的话就是走这个分身面纱，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属性就已经不错了，哎，属性真的就已经挺好了。然后分身面纱出了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看情况啊，看情况就是敌方的控制多不多呀，那个物理输出高不高呀，来决定是否要那个提前把它合成西瓦。如果物理输出高的话，你可以提前一点把它合成西瓦，然后之后呢补一个 A 杖是吧 ？A 杖，然后补一个雷锤，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再出个刷新球啊之类的，就是这种半肉半法系的这种火猫是相当厉害的。这个雷锤你可以和复灵锁或者和雷神之锤都行了，因为雷神之锤它其实是一个很强力的道具，它不光是能够反伤敌人的这个普通攻击，不光是就是敌人在那个有普通攻击的时候可以反伤，你看这是反伤了吗？只要敌人出个，比如说敌人出了这种持续伤害的道具啊，什么辉耀，对吧？辉耀烫的时候也是有概率能够触发这个雷锤的这个反伤效果的。哎，等一会儿咱们来看一下啊。哎，你看火女没 A 我吗？不对，火女没 A， 但是我在这个辉耀的效果之下，它也是能够触发这个雷锤的。所以说是有了大雷锤之后呢，火猫给自己套，然后在团战的时候依旧也能够打出相当高的这么一个AOE 的这么一个输出量啊。所以说是缺控制了，可以把雷锤合成复灵锁；缺输出了，你可以把这个雷锤合成大雷锤啊，都是可以的。总的来说，就是类似的这么一套装备是现在火猫最主流的一个理解的。前期先半肉，就是西瓦跟这个法尔克星，西瓦合不合看对方的物理输出的高低，哎，对吧？先半肉，然后再走 A 杖啊，增加自己的这个肉度，然后再增加一下大招的这个实用的这个手感，然后后续再补输出啊。它整体的打法已经偏向于这个了。然后魔晶是要有的就补啊，就魔晶的话就是说是尽量提前补，因为魔晶对于火猫的提升来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这个是可以提前补的。大概的整体的流程就是这样的，细节还是那句话，说去看咱们之前的那个视频。好，接下来咱们看下实战啊，实战中这个火猫到底是怎么玩的。好的，来咱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的是咱们那个强神的第一视角的火猫啊。然后说一下阵容啊，就是火猫现在选的时候阵容跟上个版本的美杜莎非常相似。其实就算在上个版本那个勇士法医在没有改之前，就是勇士法医和那个美杜莎的魔法盾没有改之前，我也是不太推荐打美杜莎的，因为那个英雄第一节奏又慢，对吧？又吃装备，输出还非常的有限，就是一个肉而已。但是成型太慢了，不厉害。火猫它其实完美的能替代上个版本美杜莎那个作用，就是说在这个版本它是克制什么呢？克制对方多法系输出体系的。在这个版本，如果对方法系输出多了，你选个火猫，按照咱们刚才那个理解跟出装去打，就会非常非常强烈，节奏比美杜莎快多了，而且输出也比美杜莎高多了啊，就适应性都是特别合适的。所以说咱们先来看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一级团他瞎逼打，这个没有什么解说的。对方中单火女应该是中单火女吧，3号位的或者说大哥火女啊，反正就是兽跟全能骑士是一个双前排，火女是一个打输出的点，然后那个 PA 跟拉比克不是天怒跟拉比克是一个双酱油。你看对面的阵容是不是几乎就是以一个甩技能为主的一个阵容，对吧？他们的这个阵容的话，不管是前中后期啊，都是甩技能为主，所以说这个时候选个火猫去按照咱们刚才那套出装去克制它，就非常的合适啊，很适合做咱们这一次的这个火猫教学啊。然后燕方的话是中单火猫，然后配合这个3号位的马尔斯和大哥 PA 啊，然后双剑油是蓝胖跟天怒，和光法。刚才火猫也看，就是为了抢这个符，也杀掉对方人，也吃到经验跟钱了，但是自己的状态被打残了啊，所以说就不打算回家了，就不打算走回去了嘛，直接是跟对方硬拼，把对方拼死，就是人头换人头也不亏，而且免费回城出来满补给啊，这个就很赚。不然的话，你为了苟活，哎，然后呢，第一也不跟对方拼状态是吧？然后自己走回去再踢出来，哇，浪费经验，浪费钱。前期对线的时候，中单对线，你浪费了经验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个天辉方是这个大哥火女，现在大哥火女就是只要你装备成型了，如果是到了25级，配合这个龙破斩暴击，那个输出简直是看不懂啊，非常非常的暴力啊。然后对方是中单全能来针对这个火猫，对方是3号位的兽啊，这个阵容已经定出来了。中单全能打火猫的话，应该是一个优势啊。全能骑士这个英雄，无论什么时候去打一个近战啊，他都是相当占优势的，是吧？那个自身的那个加血和就是现在那个3技能是吧？3技能这个圣洁之锤啊，打近战都是非常舒服的。好，看一下火猫的应对方式啊，就是无影拳加烈火罩啊，然后我还是推荐大家3级的时候学2级烈火罩，这个1级烈火罩太容易破了。他现在是打全能骑士，因为全能骑士的这个技能啊并不厉害，他这个1技能是纯粹伤害。纯粹伤害的话，就是反正这个它的数值都不高，但是就是由于是纯粹，所以说显得厉害。然后这个也是纯粹伤害，对吧？这个纯粹伤害的话，它打这个那个火猫威胁就不大。但是这个火猫打火女的话，2级的话什么的时候，你学个这个2级烈火罩，火女破不了盾，那你就厉害了啊。然后而且1级烈火罩它这个伤害也偏低，只有25点，对吧？然后推线的话也偏慢嘛，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学2级。然后2级烈火罩之后呢，如果你要杀人就学阳锁，不杀的话，你就可以先把无影拳点满去线上打消耗。无影拳的这个技能在线上打消耗的话是非常强力的，尤其是从5级之后啊，你3级无影拳一刀有125点的这个伤害值，那个伤害是相当可怕的。而且 CD 短嘛，只有9秒 CD， 你可以不停的去用无影拳消耗敌方的血量，它是吃不起伤害的。然后在过去的版本，大家都喜欢出个这个大毒球，就是之前那个版本。现在这个大毒球的话是出不了了，因为这个护卫之石它并不能合毒球了，是由这个腐蚀之球合的这个减速球了。减速球对于火猫来说不是那么的关键啊，因为它缺的不是减速，而缺的是减甲。它前期的话，这个无影拳是物理伤害，如果有那个减甲的话，打人就会伤害痛很多。所以说不是特别推荐，就是和这个新版本的这个大毒球了，没有什么意义啊，意义不大。一些近战平 A 的英雄是可以和这个，就比如说像什么食尸鬼，食尸鬼啊这种英雄合个腐蚀之球还是不错的，对吧？又增加攻速，又增加又让敌人减速啊，还是很舒服的。啊，有人掉线了，咱们快进一下。好，回来了。火猫，你看，是为了应对这个全能骑士，是又买了一组吃书啊。这就是我说的打这个游戏你要灵活一点，就是如果你的打的英雄，就敌方英雄给你的压力很大，对吧？你扛不住他的伤害，那么补给品就多买一点，对吧？你像之前的版本，我就一直推荐大家什么，就之前的版本啊，一直说你打不过了你就买大药，一个大药就100块钱，你喝了就不亏，对吧？然后呢，如果你万一你没喝，对吧？你把它卖了。也能亏多少钱嘛？一个大概100块钱，对吧？你卖了亏50，亏50相当于什么？你就理解，我就是看这一个远程兵多少？远程兵47块钱，是不是？是不是一个远程兵47块钱？就相当于什么？我补刀有一刀漏了，没有补到远程兵，那就是少了47。你把大药卖了也是少了47，就是说，但是它能够保证你能站住线啊，你不然的话，你被对方打飞了，那可真的就不是47块钱的问题了。你被对方打飞了，少吃一波兵啊，那你就。可能线都炸了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贪了，新手可能都是贪崩的吧自己。然后你像他这一局打这个全能骑士，觉得压力大了啊，自己多买了一组吃数，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这一局其实有一个天怒法师啊，然后就要考验一个玩家们的切入了。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千万不能按照同一种公式化的方式去打到它，千万不能啊！就是你可能看有一些局势的火猫打得非常的怎么说英勇，对吧？团战第一时间一个魂放进去，开着火盾进去，蹭无影拳一个阳锁，然后再放魂各种进去打各种秀，很厉害。但是这一局的话，对方是有一个天斗法师的。天斗法师对于火猫来说，有个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就是他的沉默技能。他这个沉默技能首先是无抬手的，这是最重要的，它是无抬手的。然后瞬发的，也没有弹道，所以说就是只要他抬手你就必中。因此它不像 DP 啊，咱们之前不是讲那个 DP 那个沉默，它是有一个球飞出去，然后嘣炸开才会被沉默。天斗只要看到你，然后他3技能一摁，你就瞬间被沉默了。因此火猫这英雄一旦被沉默了，任何技能放不出来，基本上就等死了。所以说这一局你要玩的话，要注意天怒法师这个英雄的技能。
可以逼队友，比如说像马尔斯啊，先把天怒开了，或者说 PA 先顶到天怒脸上了，或者天怒把沉默技能放了，你再肆无忌惮的打。如果天怒没有放这个沉默技能，就不要打的那么肆无忌惮。那该干什么呢？就比如说你飞魂可以不要第一时间飞进去，对吧？不要第一时间进去，你等马尔斯开团了，你第二时间进场飞魂无影拳开火盾阳锁，同时放第二个魂再飞出来都行，哎，然后。拉扯着第一波先悠着点，打一个拉扯，不要那么早的去扛伤害啊，这个才是重点。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到6级了，放个魂回去吃平，把状态补满。这个技巧咱们多次都讲过，就跟什么船长用标记标自己啊，把自己拉回去是完全一样的道理的，就是会浪费一本 TP。全能骑士离线，拉比克来补线，那全能骑士大概率可能是帮队友打架去了，有可能。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一定要给队友发信号的嘛，因为酱油不会平白无故来顶线的。然后，你看，果然全能骑士是来到了上路，抓了一个这个蓝胖，配合天怒是杀了一个蓝胖啊，兽也是5级了，准备推这个塔，但是他们3个人没有什么推塔能力了，这个暂时不用慌啊，人已经死了，你过去也没有意义，对不对？蓝胖人都死了，你过去干嘛？然后他们推塔也推不掉，你过去干嘛？就在中路补线打经济就行了。好，这时候非常嚣张，因为他知道拉比克，第一，他这个拉比克这个目前的等级是破不了火盾的啊，第二呢就是也没有人来干扰他，就直接二塔顶线了啊，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小兵一个推塔的机会，并且呢给对方一个压力，把全能骑士逼回来，这是一个聪明之举。不要说什么很被动的啊，对方打我们上路了，你就往上跑；对方打我们下路了，你就往下跑，这是不对的。你看他先通过开火盾顶线是吧，给压力把全能骑士逼回来了，那上面是不是自然就少人了？全能骑士这个时候又来不了，这个时候再来到上路帮忙，对方是一个少人的情况，对吧？这时候再打，你看对方的天怒已经非常针对火毛了，就是看见火毛的第一时间一定会给火毛先放这个沉默的啊。好，他在等 CD 啊，这个时候你放魂，他那个血量还是有点多，暂时杀不了，再平 A 一下，平 A 啊，无影拳好，直接是收掉这个兽。这一波游走或者说这一套运营相当的标准啊，就是说当对方上路人多啊，你去帮忙没有意义的时候就。顶线给压力，而且打得很嚣张，走到这个位置来收钱了，对不对？把人逼回来了，然后上面少人，然后再往上走，以多打少，这种习惯，我应该在任何一期视频都给大家会提到，对吧？新手朋友们一定要学这种思路啊。好，直接第一件法师克星啊，这是不变的，就是法师克星非常适合火毛这个版本，非常适合。它这个加的这个实质力也非常舒服，因为火猫本来自身的蓝上限较低，它是有4个主动技能的，80、60、80、100，对吧？这4个主动技能，而且这个火盾加满了以后110，它的耗蓝是扛不住的，所以说它一定要有一个较高的蓝上限，蓝上限才是比较关键的。啊，他买了一个这个又补了一个枯萎之石，枯萎之石是就为了那个第一能够增加这个无影拳的伤害嘛，无影拳毕竟是纯物理伤害，对吧？在前期大家甲都低的时候，尤其是像全能骑士这种偏近战的英雄啊，在大家甲都低的时候。还是比较厉害，他补了一个香味鞋，站在塔内的时候，这个护甲比较高啊。出塔了以后就是8点甲、9点甲，然后他出个枯萎之石也能够增加一下推塔的伤害。这个玩意儿选出啊，出不出都行啊，出不出都行，意义不大，意义不是特别的关键啊。就是一个小的增加无影拳伤害的一个小技能，然后那个纷争面上那什么法师克星啊，才是重点，法师和后续的纷争。好，这时候他既然天怒法师把魂交给了光法了，光法死了，但是他自身的这个蓝量又有一点低，不要乱飞啊！你飞过去一个无影拳就没有什么蓝了，他在喝平补状态，只能靠无影拳耗。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提早出这种法师装了，因为他的蓝上限太少了。对方由于有全能骑士带队，非常的强势啊，非常强势。这时候他火盾也没有了，这波可能要死了。好，飞魂躲一下技能，身上有火盾，但是火盾是挡不了这个平 A 伤害的，打了很极限，最后一下是被天诺的极限的一个平 A 给收掉了。火猫还是比较吃等级的，他在等级高了以后，有了高等级的技能啊，他其实就是吃技能，他算是一个近战法师吧啊，他有了高等级之后有技能才厉害。好，光法师用一个那个一个波啊，就是这个致盲之光啊，然后打断了一下兽的冲。
这波中路是打得相当的焦灼，打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打得火猫复活了，还在打。这波火猫复活以后，可能第一时间是找这个天怒吧，全能骑士不好杀吧，全能骑士有2技能，好2技能以后给自己一套解了一个阳锁，他其实那个但是天怒法师是被队友收割了啊，那就 OK 没有问题。好，这波打完是天辉方占了一个大便宜啊！现在11分钟，天辉方领先4000，算是在对线期领先了就是有一个大幅度的领先啊。好，来看火猫，火猫的话，应该是购物了是吧？其实你们可以先买一个这个法师长袍，再买一个这个魔抗斗篷，这2个配件是比较舒服的。哇，好痛！这个是纯粹伤害啊，打上去好痛啊！一个治疗加一个圣洁之锤，直接把火猫打的半血没有了啊，好可怕！先是他还是先买了一个这个魔抗斗篷嘛，魔抗斗篷买了以后，他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火盾就能够抵挡更多伤害了。让他先运过来一会儿，蓝胖给个凤凰浆，这个凤凰浆真的是这个新版本那个1级道具啊，就特别好用的一个道具，续航特别好。给大家说个小细节，就算你打到了高级装备的这个凤凰浆，不要送回去啊，你把凤凰浆从这个地方拖到这个备用格里面，这个凤凰浆依旧是会攒点的，只不过攒点是速度比较慢嘛。但是呢，你在打游戏的过程中，你打个5、6分钟，对吧？这个点攒满了，你把它拖上来，双击一下再把它拖下去啊，然后和你的什么3级、4级物品再兑换，能保持你身上一直有一个高回复啊。这个小技巧是相当的重要的，一直能保持你有个高回复，能够让你的续航达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哇，这个全能打火猫简直太恶心了，这个火盾扛不住这个伤害。然后空冰杖是先合出来的，有了空冰杖就能加实质力跟这个加回蓝啊，这2个属性简直是太适合火猫了，非常重要的前期别的都不重要，就是那个蓝上线跟回蓝是最关键的。但是就说实话，他们的这个全能打他疼，但是火女的大招啊1技能还有拉比克天怒的技能打火猫是不太疼的。好，这边是上路是打起来了，火猫有香味鞋，只能开着香味鞋往上走，因为他 TP 是 CD 的。先看情况，打点准备杀。好，这时候开个火盾过来，有火盾在就不怕天怒法师的这些技能了，打他是不掉血的。不过现在就是等级太低了，只有2级盾啊，扛不住什么对方的一轮骑射。等4级盾再到10级的时候，加一个这个200的魔法护盾的这个数值，那就厉害了。哇，又被沉默了，这波要死了。这就是我说的，一开始说咱们要注意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本场比赛对方所有的人对你的威胁都比较小，因为他们要么是只是打你血啊，要么就是说是破你盾啊，只有天怒是让你放不出技能的。所以说天怒手上握着沉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吃了沉默了，对方激活你是跑不了的，不然的话对方的人其他人激活你，你放无影拳飞个魂就走了。天怒是对他威胁最大的。好，有了那个现在就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对方13、14分钟领先了6000啊，这个领先也太大了。但是，一旦有了法师克星之后，就好打很多，因为对方全都是甩技能的，对吧？全都是甩技能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法师克星了，对方所有的输出降低40%，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哎，这边能不能救一下吗？哇，这太惨了！突然之间一出来又被打灭了一波。那这么一来的话，燕方的局势相当的不妙啊，相当的不妙。刚才是马尔斯没有大招啊，也第一时间并没有把这个兽给戳开。对方总是用酱油来换燕的关键人物，咱们看对方的火女，大哥火女这个版本是非常有潜力的啊，真的是非常有潜力的。第一刷的很快啊，第二中期的就是装备成型，就是刷得快，中期装备成型快嘛。然后物理爆发非常的高，就是属于一个魔法和物理混合型伤害的一个英雄。就是在最近的这几个版本，大哥就是传统大哥根本就不好玩。你别看这边选了个 PA， 跟你说 PA 现在胜率低的可怕。真的是现在这个版本 PA 的胜率低的可怕，传统物理大哥的胜率都低的可怕，什么斯温呐、PA 呀、巨魔呀，你们懂吗？就这种大哥在如今的版本都太难玩了，因为护甲太廉价了啊。第一是护甲廉价，第二是绿杖和这个以太合成的这叫啥？那个道具叫啥来着？哦，虚灵刀啊，就是酱油都有虚灵刀。然后1、2、3号位护甲都死高，人动手40点甲，这都是正常的啊！真的，你看大家都出个希望，对吧？
然后什么香味鞋希瓦一补啊，随便再补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40眼甲了。然后这个版本传统物理大哥太难打了，火女这种物法双修型的大哥刷的还快啊，这个输出还高，25级还有潜力的这种大哥真的挺适合的。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那个如果需要的话，咱们也做一期啊。啊，这边天斗突然间又出来了，哇，无限针对啊，要死了啊！然后你看现在的这个局势相当的不利，火猫1-5-3，哎，对吧？如何逆风翻盘呢？哎，接下来就怎么说呢？其实如果是新手的话，你想让自己活，第一件也可以选择一个什么装备？风杖。哎，对，就是风杖，因为什么？风杖是一个非常便宜且适合火猫的一个道具。咱们来看一下，就首先风杖它加10智力，2.5码恢复，就像刚才说的，火猫加智力上限加这个回蓝都是相当适合它的，对吧？而且呢，你被天都沉默了，你只需要把自己一吹，沉默就驱散掉了，然后你再飞，可以。只不过就是风杖它没有什么进攻性啊，团战也没有法师克星厉害，一个就是偏进攻的，但是你得走钢丝的道具，就像这个法师克星现在出来了，厉害啊，但是容易被抓。哇，又来了，太恶心了！无限被抓啊，这个已经1-7了。对，接下来看这种逆风的局该怎么办啊？这边是 PA 加瓦尔斯找到了一个大哥火女，这个大哥火女是带线的时候被抓了，属于大哥换大哥了。对方开悟抓了火猫，我方开悟是抓了火女啊。但是经济上依旧是大幅度的落后啊。而且 PA 这个英雄，大家路人局不要，就是低端路人局也不要打。你看刚才是队友死保 PA 的，给他无限囤矿，无限囤大野、小野、远古野，对吧 ？PA 出了狂战斧就能疯狂的收钱。你们路人局谁管呀？都不说队友给你囤了，给你刷的干干净净的，你 PA 哪儿刷钱去啊？是吧？像这种需要大量装备堆积啊，且刷钱很慢的英雄，然后再没有矿，他的装备成型速度会一拖再拖，威力会特别的小。然后对方的护甲又高啊，你就打不动。就是装备只要一旦断档了，你就再也刷不起来了，就再也打不疼人了，那个就特别的难受。好，这个时候他避其锋芒，对面的正面太厉害了，这边准备单找一个拉比克，单找一个拉比克的话，好吧，那个只是来带一下线。好，他现在是想通过推线啊，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劣势级处理啊，他想通过推线把敌人逼回来，逼回来以后，然后他由于他自身有 TP 嘛，只要有人 TP 回来，他就通过 TP 来到正面战场啊，打以多打少，因为他现在也知道正面打不过 ，PA 在刷钱，然后自己的装备等级也非常的落后，这18级了才10级，然后对方的等级应该都已经很高了，对吧？火女都16，全都13了，他才10级，这个时候打正面肯定是不理智的，大家。新手朋友玩这游戏千万不要就说是，一劣势就想打架啊！这个一劣势打架这是什么鬼？就是一劣势先要想的是带线啊，通过带线牵制，但是要藏着刷。这个藏着刷，我应该每一期给大家讲过，尤其是那一期猴子，就是劣势怎么刷钱，对吧？给大家说了很多了，就是藏着刷嘛，不要露头，不要被抓。我们不是为了打钱的，就是你打不到钱都行，目的是什么？为了推线，给对方压力的，让对方回来守这个线。啊，这才是重点嘛。然后对方回来了，你就可以把去正面场打架，或者是什么，就像现在这场，就算你不打架什么，你知道对方回去了，人都集中在下路，那上路的线就怎么样？安全了嘛？你再来上路线就不会被抓了嘛？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不对？好，这一局你看他的这个出装加点其实是有一些改动，他预购了一个雷锤是那个副的岩阳锁，其实出雷锤就是为了带线了。他知道正面已经打不过了，才选择出带线。如果你们平常打出优势局的话，不要这么加啊，这个只是一个不同局势的处理思路，咱们给你们讲清楚。如果你们平常打出优势了，那么第二件一定是分针面杀。有了分针面杀了，能够让你开着满级火盾顶到人脸上的那个伤害是相当可怕的，因为一开所有的伤害增伤，哎，对吧？对方伤害减伤，你火盾破不了，无限输出啊，那个特别的可怕。所以说，只要有优势的话，第二件一定是分针面杀副火盾的啊，它只是为了带线。好，这时候对方5人物直接是一波硬冲 ，PA 瞬间就被秒了，哇，这个太可怕了。然后因为受的那个大招是可以把 BKB 也能举起来的嘛。你举 BKB 火女一套技能也管你什么逼不逼呢？直接一套大招一套无脑连啊，是吧？
瞬间就倒地了。好，这时候火盾 CD 了，其实它的输出是很有限的，在这个火盾没有的情况下，不要随便去贴人脸啊，很容易死的。好，这边是一个二连，是留住了兽太肉了，顶了塔顶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打掉。好，在无影拳有3个魂，放一个魂。吃了一个沉默，但是这个沉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个兽不在，把它举不起来，它就很难死了啊。好，放魂捆吗？没有捆，然后是准备杀这个拳头杀不掉的啊，这个不能打了，这个拳头是太猛了，现在要打拳头的话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的啊，只能是放魂往后跑。啊，大家看一下这波的团战处理啊，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说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能打，什么时候不能打。兽在有大招你就不要上，因为兽只要冲到你脸上把你举起来，吃个沉默必死。哎，然后呢，你只能在远处什么就拉扯啊，打这种拉扯，不停的用无影拳消耗，因为 CD 短嘛，只有6秒，无影拳消耗。当对方的血量过半的时候，再考虑去击杀，不击杀谁？对方全员满血，你击杀谁呀？对不对？你又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宙斯天的那种爆发型的人，你是持续伤害的啊。所以说刚才那一波的处理也是非常到位啊。好，这一波是提前留了魂啊，然后全能骑士跳过来，一套技能直接飞魂走。他这个出雷锤出这么早，就是刚才说的，是为了带线的，并不是说是火猫第2件就要出雷锤。有优势的时候，火猫第2件出分钟更厉害。好，等到了13级了，有满级盾14级有满级盾了，再加上这个天赋啊，就厉害了。你看他这局连10级的天赋都没点，为什么？因为10级的天赋它是加什么的？它是加盾的数值的，但是加盾的数值并不影响带线，能理解吧？我哪怕有1000点盾，对于我推线的速度有帮助吗？没有啊，因为盾的持续时间还是这么高，盾的伤害还是这么高，对吧？所以说这一局就是一个应对，一个应变，只是为了带线的用的啊，它就是提前把这些技能加满。但是如果再换的时候，你们优势局那个什么副盾10级把这个盾一点啊，就是那个10级的时候把这个盾的天赋一点，然后满级盾往对方脸上冲啊，对方全都得死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有人说为啥这局这么烈？因为 PA 不厉害，这真的就是这是顶分局啊！顶分局节奏特别的快，你对方的大哥是个火女，就是又能推线又能打架，爆发又高，对吧 ？PA 就是打到现在了，其实说实话威力都很小，被抓到了就可能会死啊！所以说是这种纯物理盒，虽然说超级大后期还是厉害的，但是前中期打架这么频繁的情况下，个人觉得还是太软了啊，就是没有什么用处。好，火猫一个人也是在处理上中2条路的线，因为这个时候必须要让火猫处理线 ，PA 是处理不了的。PA 一旦被摸到就死了，火猫是有很强的那个机动性跟逃生能力的嘛。你带线先放魂嘛，对吧？先放一个魂放得远远的，然后对方来了，然后直接是无影拳飞魂就走了，是吧？这个是 PA 绝对做不到的一点，所以说 PA 只能被迫的让队友保着他去刷钱，然后但是火猫可以一个人独立的处理非常多的危险线。好，这时候打掉盾了，对方肯定是要通过传送门过来去阻止火猫带线的，所以说火猫也是提前放了魂啊，准备继续推下路的线。下一个他准备出 BKB 啊，这个 BKB 的话，也就是说这一局的话一个临时的一个应对嘛，因为对方的那个拉比克和天怒法师啊，这个爆发是有点可怕的，如果你的火盾一旦没了，被抓到了就立刻死了。出都行啊，出都行。BKB 我觉得，BKB 的话，可出吧。其实出 BKB 可能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拉比克的举阶天怒的沉默的啊。但是也是看装备，如果 PA 的话，你看这波 PA 如果是有了 BKB 可以单切天怒了 ，BKB 就可以不用出了，看情况啊。好，这边是天怒一死，那就无敌了。这个天怒一死的话，基本上就无敌，就可以打输出了。啊，马尔斯一个大招是困住了拉比克，放魂直接飞进去啊，打输出啊，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你随时随地只要针对一个人，知道这个局怕什么不怕什么就行。你看他之前那几波为什么打的都是畏手畏脚的？很简单，因为第一天怒没死，第二兽在身边，这波是兽在上面被队友
拉扯住了，天怒第一波被秒了。你看他这波打的有多凶，对不对？就是各种技能无脑放，有魂就飞，有魂就飞，然后无影拳各种捆，就是因为威胁不在了。所以说新手朋友玩这个游戏一开始最重要的是分析阵容啊，咱们每一期视频一开始都是在分析阵容，对吧？就是就跟做题先阅卷一样，就是这种感觉，先看一遍，知道自己怕什么不怕什么，然后打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提前的心理准备了，你就知道什么局该打，什么波打不了了啊，就有想法了。啊，不着急啊，不着急。然后这个时候留魂了就不怕啊，因为他一个单兽的话是很难秒你的。3800并没有购物，这个时候就是说看情况嘛。如果觉得打得过了就不出 BKB 了，打不过再出 BKB， 因为 BKB 并不是一个能够让你持续帮助你增加战斗力的一个道具。好，这个时候给 PA 一个视野，一直贴着天怒的脸，然后 PA 配合天怒是火猫配合 PA 是切了天怒，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好，然后放个魂回去把状态补满。啊，然后 PA 看下装备啊 ，PA 的装备狂战斧 BKB 啊，这其实26分钟这个装备并不肥，然后只不过这几波是对方的人可能是比较散，让燕方抓住了一波机会，先击杀了天怒，在没有天怒这个单点爆发的情况下是打了一个逐个击破啊，这波是终于打回来了一点点啊，算是27分钟了，被摁着对方干了27分钟，第一波算是一个小转折点吧。然后 PA 并且拿到了安灭，那现在就厉害了。你看他27分钟拿到了安灭，其实这都是队友的帮助啊，就是队友给他囤了太多的矿了，他一直在刷矿，然后队友保着他打，围着他转，给他做视野，什么都把他当爹一样的保。你们低端局打不出这种情况，就做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被一直滚雪球啊，这个咱们就不说了，好吧？你们懂就行了。好，纷争面纱到手，纷争面纱之后，这个板甲马上也好了。有了板甲之后，下一波就是西瓦了。有了西瓦，其实就应对这个大哥火女啊。就大哥火女的话，他现在的输出其实已经很高了。然后你看他这个复灵锁对吧 ？BKB， 然后猎鹰战士加引刃啊，这个引刃其实就为了抓人的，开着引刀走的人脸上，不要，如果对方那个有一些逃生技能的话，就不要打那个破印机了，就直接是那个什么，就是就直接是光一阵晕到大招，然后接一技能把这个点攒满平 A 就行了，然后平 A 完了以后再配合复灵锁打。好，对方直接来上高，然后这时候火灵盾还没有掉，看一下这波高地怎么守。啊，对方是选择撤退了，火女是打上线准备推2塔，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贸然上高地比较危险。好，燕方5人活，但是 PA 哥呢 ？PA 哥不在呀。PA 不在这波也要接吗？不，这不好吧？然后那个误破了，先看到拉比克，看到兽冲过来，直接飞魂啊！这个第一时间是留魂啊，第二时间再是飞魂往上顶。好，先是找天怒，他们也知道天怒是对于火猫最危险的一个人，如果把天怒杀了，那么火猫就解脱出来了。PA 不怕天怒的，因为 PA 有 BKB。好，那个天怒一倒，火猫可以飞魂了啊！这时候火猫就可以飞魂了。啊，飞魂，你看这个魂就飞出去了，其实就是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你知道吧？就是天怒不死不要飞魂啊，你飞进去你又没 BKB， 但是 PA 可以先上，让马尔斯找到天怒，马尔斯找到天怒之后，马尔斯配合 PA 把天怒切掉，然后火猫再往进顶啊，这是一个很科学的顺序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就是切入啊。好，这时候装备基本上慢慢的成型了，且有了这个等级18级也够了，然后下一件走这个魔晶，有了魔晶了的话，这个魔晶扔出去就是这个魂扔出去就是伤害啊，并且呢你杀人还会回魂啊，这个就很厉害了。不然的话，你没有 A 仗的情况下，没有那5个点，你的魂是不够用的啊。还有雾吗？看这样子又像是要开雾了。哎，这个兽找到一个兽，这个兽有点肉，但是被扬了。哦，马尔斯一个回戳到树上，没有戳晕，全能骑士赶过来救了一下，给了一个大招，加了一口血。但是火猫得势不饶人，依旧在切，大家集火在集火，全能骑士可真硬啊，这么硬，打都打不动。
马尔斯过来开大招，好，终于是把全能切掉了，全能一切掉，全能被迫买活，这波知道不能输，再输的话可能就要被翻盘了。拉比克被打掉，火猫放魂，好，跟 PA 直接切火女，兽过来，哇，这波打完的话，感觉真的是就要翻了呀！啊，天怒再一倒地，又是一波0换4啊！好，这个全能是买活的啊！火猫现在的状态是挡不住了，就是只要天怒一死，对方没有人能管得住火猫。火猫的在火盾的这个持续时间内，这个总输出量是很高的，因为他现在等级也够了嘛，点了这个200的护盾值跟50的这个护盾 DPS， 然后每秒105的这个伤害，他们是吃不起的。且在团战的时候，刚才你也看了，法尔克星一个 AOE 打过去，对方的输出就很弱，对不对？真的就能感觉对方有点刮痧，为什么谁都打不死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版本的这个40%技能伤害降低的这个 debuff 持续6秒，而无影拳呢，它的 CD 又是6秒，对不对？就说这个 debuff 只要刚一到，这个无影拳就能续上了，而这个无影拳不停的续法尔克星的这个 debuff 是永续的。所以说对方永久的都能挂40%的技能减伤，每个人都减伤，那打人不就是刮痧了吗？且技能对方是一个甩技能为主的阵容，所以说就是在如今的版本，火猫他打这种技能体系的阵容简直太厉害了啊！自己的盾破不掉，对方没有伤害，然后自己挂个西娃往进顶啊，谁都吃不起这伤害，太厉害了。光法真狠啊！光法那么大一波兵自己吃了。好，控个恢复符 ，nice。你看他这个细节也做的比较好，到下路带线的时候，魂是留的符点的。这个细节大家也可以学一下。当你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对吧？你往这个地方放个魂，然后再去，比如说你走到这儿了啊，往这儿放魂，再往下路走。这样的话，你带的很深，到偶数分钟了，刷符了，直接回去控符，然后把状态打空，然后靠瓶子控符，再把瓶子喝满，你的在前线的续航就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好，现在身上3400，然后买了3个配件，然后500块钱差700块钱 A 仗就好了。有了 A 仗了，就是对方后排的噩梦了，对方后排基本上就很难再站住脚了。好，马尔斯扬跳戳，马尔斯跳 BKB 扬刀啊！这局马尔斯也打得好，然后关键的几个团战的这个扬刀的关键出炉啊，是吧？然后对对方的关键英雄的这个跳扬，然后大招定在墙上啊，非常厉害。好，火猫有火盾，然后这是蓝胖的这个勋章吧？蓝胖的勋章再给火猫这个套的这个物理盾。如果再能有魔晶的话，还有这个烈火护盾啊，这个3盾的火猫同时挂身上往对方阵容里面一顶啊，就算没有 BKB， 你们打吧，你们看不懂了。这个游戏到后期的这个数值膨胀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很多英雄打到后面都看不懂，就是处理不了。这个版本上个版本处理不了的英雄太多了，不过在7.35B 的时候都被拆掉了，这些轮椅英雄都被拆掉了。对方兽过来想抓但是火猫一个无影拳躲掉了。PA 是及时拉扯，那对方的兽的先手第一轮也是谁都没打掉，也没有抓到 PA， 也没有抓到火猫，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被迫的撤退了，因为兽把 BKB 也开了。在第二波的话，没有 BKB 的兽，他的大招是随时都可以被打断的，因为对方打断的技能实在是太多了。好，配合西瓦的增伤然后再配合这个雷锤加无影拳一个基本上一刀就一波兵。好，再来一个雾，火猫是又点了一个这个火焰斗。刚才说了，这个版本的火猫其实就是偏那种半肉型的前排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就是毒龙龙骑士你就这么打就行，就是一个有位移的毒龙龙骑士，厉害不厉害？厉害就完事了，很厉害的，对不对？这个玩意儿又加双抗，而且呢每秒有45点的持续伤害，是吧？每秒45，这个是多少？每秒6，不是，这个多少？每秒20这个是每秒20，这是每秒45。
这个什么秒105啊，是吧？然后伤害都很高的，你看他现在完全不怕天怒了。好，对方感觉现在已经在燕方阵型成型的情况下，已经完全无力抵抗了。好，光华给火猫塞一颗宝石，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火猫死不了了，因为成型了嘛，就是特别的肉，然后且输出也高啊，还有机动性突后排，带个宝石，对方的火女是跑不掉的。哎，这边是找到了谁？找到了个拉比克，这拉比克藏那儿是想偷盾还是怎么地？应该是或者说是 TPCD 了，然后当时打输了团之后没有地方跑了啊，然后藏在这儿，然后结果被找到了。好，这波 PA 带盾，马尔斯带奶，火猫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因为他现在死不了了。好，最后一波上高，其实这波上高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就是连着输了3到4波团，就是天元方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抵抗的实力了。这波对方感觉也是缴械投降了，看一下对方守不守？哎，守哦，对方战役还是很强的，要守。然后想把 PA 的盾打掉，但是第一时间并没有做到。好，火猫直接是飞魂进去，开西瓦无影拳、阳锁、烈火盾，哇，一套技能全部打满，太凶了。然后这边是马尔斯，由于有了刷新碎片啊，跳过来羊刀双大，把所有的人都困在里面，然后让火猫跟 PA 尽情的输出啊，超爽。好，这波打完啊，游戏结束啊。其实咱们总结一下，这一场不是这场比赛，就是这个版本的火猫，个人感觉在对抗，就咱们再总结一下，对抗这种法系阵容的时候，相当的有优势，就是由于法师克星的这个版本能加强40%的伤害降低，哎，和这个烈火罩的这个魔抗提升，哎，然后配合这个数值提升、伤害提升，变成了一个冲了对方后排，对方也破不了你盾的一个持续输出的肉核了啊，非常的强烈。然后如果你的操作稍微再好一点的话，在战场中7进7出啊，会成为对方处理不了的一个怪物啊，很厉害，大家可以去练一下。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了，拜拜。